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N 亲子书房练习曲的阅读实践单元。今天呢，我们想要来聊一个能够在孩子情绪最混乱、最困难的时刻，跟他们建立深刻连结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强大的方法。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请你回想一下，当你家的孩子情绪大爆炸的时候，你有办法保持冷静吗？是不是常常觉得怎么越安抚他越烦躁，越想跟他讲道理，自己就越生气，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两个人一起崩溃？如果你对这个画面觉得好像有点熟悉，那太好了，这一次的分享你一定要听下去。在这短短的分享里，你会带走3个很重要的东西。首先，我们会一起来看看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的安慰反而会失败。再来，我会带你认识一个超级简单但又很有深度的连结方法，叫做平和5元素，也就是 PEACE。最后，我会给你一个这个礼拜你马上就可以开始用的小练习。哦，对了，也千万别忘了看到最后哦，我为你准备了一个非常温柔的提醒。我们今天所有要聊的概念，其实都来自于这本非常棒的书，从陪伴开始的全脑教养。它的英文书名是 The Power of Showing Up。这本书的核心就在谈我们身为父母，单只是在场陪伴这件事，就能够为孩子带来多么深远又美好的影响。好，那首先呢，我们就要来谈谈孩子在情绪当下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上非常关键的转变，就是我们的目标要从修理孩子的情绪，转变成连结孩子的心。你想想看，我们很常下意识的目标就是要停止那个情绪，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说，好了，不要哭了，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但是孩子心里真正需要的，其实是被理解他的情绪。他们需要有人陪他们走过那段混乱，而不是一直催促他们，你赶快放晴啊。这点我自己真的很有感触。我后来才慢慢体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安抚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要让眼泪停下来，而是要让我的孩子能够深深地感觉到，原来当我被这些乱七八糟的情绪淹没的时候，有一个人会陪着我。这个信念真的就是安全感的基础。那说了这么多，具体到底要怎么做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非常有帮助的工具，叫做平和5元素 PEACE。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地图，在我们很混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清晰的方向。P 代表的是 presence， 也就是在场。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对不对？但它的意思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很多。它指的不是你的人刚好在旁边而已，而是你的心、你的注意力是不是都真正实质的跟他待在此时此刻。我学到最深刻的一课就是孩子真的超敏锐的，他永远都知道我是在真心听还是在敷衍我。所以我现在会练习，当他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手边的事情、手机工作通通放下，看着他，有时候甚至不用说太多话，就只是轻轻跟他说一句我在这里。这句话的力量真的超乎你的想象。第2个元素 E 是 engagement， 也就是连结。这一点是在提醒我们，连结不只是靠说话，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更快更直接的沟通方式。我发现一个超级简单但力量却无比强大的动作，就是蹲下来，让我的视线跟孩子在同一个高度。光是这个动作本身，其实就在传递一个很温柔的讯息，那就是我不是高高在上要来对付你，我是来跟你站在一起的。第3个元素 A 是 affection， 关爱。在孩子情绪的风暴里，他们最需要的真的不是被修正、被讲道理，而是感觉到自己不管怎么样都还是被爱、被接纳的。以前的我惯性就是会在孩子哭闹的时候马上纠正他说你不可以这样想。但现在我会练习换一种方式，我会试着说你看起来真的好难过哦。你看，关键就在这里，我们的目标是让孩子感觉被懂了，而不是让他感觉我又做错了。接下来这个 C 是 calm， 稳定。老实说，这可能是5个元素里面挑战最大的一点，因为只有当我们自己是稳定的时候，孩子那颗慌乱的心才有地方可以靠岸，我们就是他的那个定心苗。这句话
我希望你一定要记下来，孩子从来都不是被你的话语所安抚，而是被你的状态所安抚。这是我觉得整本书里最关键的一个洞见。当我能稳住我自己的情绪时，我就不会在不知不觉中把我的焦虑、我的生气又丢到孩子身上。我稳了，他才有可能跟着稳下来。最后一个E是 empathy， 同理。同理的核心是去理解孩子当下的感受，而不是一直去争论事情的对错。所以说，同理并不是跟他说我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啦，而是试着去跟他说，我知道这件事让你感觉糟透了。当我们能够准确地去回应他的感受时，孩子就会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孤单地在面对这一切，而这份连结感就是他情绪开始可以流动、可以缓和的起点。好的，我们刚刚把 PEACE 这5个元素都走过一遍了。那接下来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把它带回到生活里，付诸实践嘛。我们就从一个最简单的步骤开始。在这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后来让我非常非常感动的转变，就是当我开始练习这5件事之后有一天，我的孩子竟然主动对我说：“妈妈，我现在有一点点生气，我需要先冷静一下。”哇！在那一刻，我真的懂了，这种情绪调节的能力从来都不是我教会他的，而是他在一次又一次被温柔陪伴的经验当中自己感受到，然后学会的。那么这个星期就换你来试试看咯。这里有一个超级简单的练习给你。下一次当孩子情绪来的时候，你先不要急着说任何话，只要做这3件事就好。第一，刻意的放慢你自己的呼吸和动作。第二，蹲下来，让自己跟他在一样的高度。第三，只对他说一句话：“我在这里。”就这样，先陪再说。说到这里，这就是我一开始跟你说要留到最后给你的那个温柔的提醒，那就是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完美，而是练习。在教养这条路上我们都一定会有做不到、会失控的时候，但真的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回来练习，那就已经非常非常棒了。最后，请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它完美的总结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一切。在孩子的混乱中，成为他的平静，这就是我们能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之一。听完今天的分享，PEACE 这5个元素里面，哪一个让你最有感觉呢？你最想先从哪一个开始练习？都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 Ann， 这里是 Ann 亲子书房练习区，一个陪你一起练习的地方。希望今天的内容有带给你一些温柔的力量，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见喽。